大家好，我是佳佳。因为平常很忙，所以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看电视剧。因此呢，我很喜欢在 FB 上呢看一些电视或者是电影的介绍。然后最近呢就看到了一部韩国的连续剧，叫做《脆弱的英雄》。影片的内容呢，主要是说呢，一个弱不禁风的学霸，靠着聪明的头脑跟丰富的学识对抗校园恶霸的故事。看完这个介绍之后我就觉得呢，这是一部值得追的电视剧。然后我就想到了校园霸凌的问题。求学时期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呢，都占有蛮长的一段时间。我也相信呢，在求学过程中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听过或者是遇过看过霸凌的事件。而当下看完那部电视剧之后，我就想起了很多年前我曾经看过的一部电视剧。我只记得主要演出者呢就是小冰冰，而那个故事说的呢就是一个校园霸凌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呢在当时给我留下了蛮大的震撼。那么故事开始咯。故事的叙述呢是由一个叫做阿敏的男生所说的。他说呢，他从国中的时候就不再喝水了，到现在出社会已经10几年了，都不曾喝过一滴水。就算口很渴，他还是一滴水都不能喝。正确来说是不敢喝。而故事是发生在他国中时候。当时的阿敏跟班上其他3个男生是学校里有名的混混，平常呢以打架闹事欺负同学为乐，是大家眼中的问题学生。当时班上呢还有一个长得比较矮小的同学，他的名字叫做小兵。因为是单亲家庭，加上呢为人老实乖巧，所以很快的他就变成了阿敏这群人欺负的对象。每天呢，只要小兵一到学校，就会被阿敏这群人抢走午餐钱。就连小兵带午餐到学校吃，阿敏他们也会抢走小兵的便当，并且拿饭菜丢他，或者是强迫他当跑腿买东西，不然就是逼迫他做一些他不喜欢的事，例如在校长的门牌上尿尿。无聊的时候还会把小兵叫去厕所，然后把他身上的衣服扒光乱丢，并且把他关在厕所里。老实的小兵都得要等到晚上学校没有人的时候，才敢离开厕所去捡衣服穿，然后回家。虽然阿敏他们4个对小兵非常的坏，但是呢，老实的小兵却还是对这些人很好。就算再怎么受欺负都还是跟这4个人玩在一起。有一天，阿敏4个人他们就约了小兵出去玩，地点呢是在一个溪边烤肉。小兵一到这里之后呢，就觉得不对劲，然后一直要阿敏他们赶快离开，说这里很危险。而当时其中一个人就说呢，他曾经听过一个传说，叫做吊水鬼，就是在一个活人身上呢绑上绳子，然后像钓鱼一样把它放入水中，在水鬼把它拖入水底之前用力的拉上来，就可以看到呢水鬼抓在活人身上，而这个动作就叫做吊水鬼。结果当这个人说完之后，阿敏他们4个人就浮起了一阵坏笑。因为倒霉的小兵就是最佳的试验品。尽管小兵苦苦哀求，他们4个人还是决定要用小兵来进行吊水鬼的仪式，所以连忙将绳子绑在小兵身上。而小兵看着溪水一边恐惧，一边一直要对他们说话，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总是没办法好好把话说完。每次呢，只要说到水中有什么的时候，小兵的嘴巴就好像被什么卡住一样，无法说清楚。最后小兵也只能放弃挣扎，被迫慢慢的走入水中。当他走到溪中的时候，没多久就整个跌倒，好像是被什么拖入水中一样。
阿敏4个人一看到，吓得赶紧把小兵拉上来。结果小兵一上来之后，整个大笑。这时阿敏他们才知道呢，是被小兵耍了，因此很生气的要小兵再一次下水。而小兵这次很干脆的下水了，没有反驳，也没有反抗，但是他却用一种很诡异的笑容回头看了他们4个人，然后再次慢慢的走入水中。由于第一次被小兵这样戏耍，所以4个人就决定这次不要那么快的把小兵拉上来。溪水中没有任何的波动，而时间就这样子慢慢的过去了。1分钟之后，阿敏觉得好像怪怪的，因此就说呢要把小兵拉上来。结果其他人就说不用拉啦，如果他憋不住的话，自然就会浮上来换气。因此4个人又这样子静静的等着小兵。但是几分钟之后，大家开始觉得不对劲了，因为正常人不可能可以憋气那么久，所以大家就赶紧把小兵拉上来。没有想到呢，一拉上来之后，小兵整个人早就已经脸色发白溺死了。这个时候4个人都吓死了，他们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样。为了开始隐瞒这个事情，他们4个呢就开始串供，说小兵为了抓鱼虾，自己绑上绳子下水，结果没有想到呢就这样溺毙了。而小兵的妈妈呢到了现场之后，凄厉的哭声一直回荡在溪中。当天招魂的时候，阿明4个人因为害怕，所以也不敢到现场招魂，因此整个溪边就只有小兵的妈妈跟法师2个人在现场招魂。而阿明4个人因为太害怕了，所以当天晚上4个人就聚集在其中一个人的家中商量。没有想到呢，这个时候就下起了大雨，然后他们4个人同时想起曾经欺负小兵的画面。还有一次也是这样的雨天，4个人因为懒得出去买宵夜，所以打电话给小兵叫他买宵夜来吃。而老实的小兵也很听话的买了一堆宵夜，还对他们说呢也买了自己的份，很明显就是要跟他们一起吃。结果没有想到阿敏他们4个人一拿到宵夜之后呢，就叫小兵回家，接着呢就把门关上，任由小兵一个人在门外敲门，在雨中难过。原来小兵在他们4个人的心中根本就不是朋友，而是一个无聊时就可以欺负的对象。想到这里忽然间门外就响起了一阵敲门声。这个时候阿敏4个人吓得都不敢讲话，也不敢出声，他们很怕是小兵的鬼魂来找他们。叩叩叩叩叩叩，敲了许久，4个人都不敢发出声音，也没有人敢去开门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门外的敲门声终于停止了，而4个人呢，也在惊吓的夜晚度过了漫长的一夜。隔天4个人带着害怕的心情来上课，没有想到一到学校的时候，就听见广播说要他们4个人到校长室。原来是小兵的妈妈来到了学校，想要了解当天事故发生的状况。因为4个人很心虚，所以一到校长室后就坐下不敢说什么。而小兵的妈妈就说，昨天晚上在他们门外敲门的人是他，但是敲了很久都没有人来开门。而今天他会到学校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阿敏4个人说。小兵的妈妈说，小兵从小就是一个特别的孩子，他可以看到每个人临死前的死状跟时间，也因为他从小就有这样子的特异功能，所以小时候在学校里就会把看到的事情说出来，或者是画出来。也因为这样，小兵从小就被老师跟同学排挤。而事发前一天，小兵呢就跟妈妈说，他看到你们4个人
溺死的画面，所以事发当天才会跟着去，想要提醒你们要注意，不能玩水。而那天原本要死掉的是你们4个人，但是小兵因为把你们当成好朋友，所以他愿意下水，用自己的命换你们4个人的命。既然他把你们当成朋友，愿意用自己交换你们的性命，我也不想让他白白牺牲，所以要提醒你们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都不能喝水，因为水鬼已经把你们做记号了。不止水不能喝，就连饮料、汤等等液体都不能喝，因为一旦喝了，你们就会被水鬼夺去生命。听到这里时，阿敏4个人整个吓呆了，没有想到他们这样欺负小兵哦，但小兵却是真心把他们当成好朋友，还愿意用生命守护他们。正当他们4个人还有校长都处于惊吓的状态时，小兵的妈妈就说，小兵会有这样的特殊能力，都是遗传他，因为他也看得到每个人的死状跟死期。希望他们4个人能好好珍惜小兵为他们的牺牲，千万不能喝水。说完之后就离开了。当天晚上4个人又聚在一起，结果他们买了一瓶可乐，但4个人看着这瓶可乐，却没有人敢打开喝，所以当天4个人就带着恐惧的心情各自回家了。隔天到校的时候，就发现其中一个人，就是4个人里面最凶的老大，竟然没有到学校，而且一连2、3天都看不到这位同伴的身影。后来才知道，在他们离开的那晚，老大因为害怕，也因为不信邪，所以买了一罐啤酒喝，没有想到竟然被啤酒呛死在家中。从这一刻起，阿明就不再喝水了，不是不能喝，而是不敢喝，因为一旦喝了，很怕下一个被水鬼抓走的人就是他，所以当他口渴时，只能用沾湿的棉花棒涂抹干裂的嘴唇。故事说完了。我记得当时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心中有着很大的震撼，因为故事里剩下的3个人受到的惩罚是从此一辈子再也不能喝任何的液体，而且时时刻刻带着恐惧和内疚度过一生，一辈子受到良心的谴责，永远活在痛苦跟后悔当中。我们的生活中总有一些人比较特别，可能不是那么讨喜，也可能让人觉得另类，甚至是好欺负，但这不是可以成为霸凌别人的理由。很多人在求学时期受到的欺负，往往是他内心一辈子的痛苦。而霸凌别人的人如果换位思考一下，假如被霸凌的人是自己，或者是自己的亲人好友，那你会有怎么样的想法呢？虽然现在校园安全的机制比起以往真的是好多了，但是校园同侪间欺负的事件还是不断的上演，只是新闻媒体有没有爆出来而已。我说过，我相信轮回报应，当你对别人做了什么样的事，总有一天这些事呢也会回报在自己身上。所有事情皆有因果，对别人善良也是对自己未来的一种投资。让我们一起反霸凌吧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呢就分享到这里，再次谢谢大家的订阅跟收看。想要支持我的朋友可以帮忙分享一下我的频道，或者是广告呢可以帮我们多看10秒。如果有婚礼或是活动商演等需求，都欢迎加入我们爱先锋团队的官方 LINE 小老鼠869 IXXVK。 我们用心在活动的每个细节。我是佳佳，下个礼拜5晚上9点等你来听故事哦，拜拜。